阿亮此时不屑地看着叶晨，淡淡道：“你先不要着急，稍后我会让人给你采个血，然后把你的血型以及其他的相关信息传到网上。一旦有患者跟你匹配上，我就会跟对方谈价格。谈妥之后，你就等着上手术台就行了。”一旁的印度医生哈迪克连忙说道：“该死，差点忘了手术台上还躺着2个。”说着，他赶紧伸手拉开旁边的白色帘子，里面果然如叶晨猜测的一样，是一个简陋的手术室。手术室有2张手术台，此时2张手术台上都各躺着1个人。印度医生跑过去看了看2人的情况，开口对马叔说道：“马先生，客人的情况差不多已经稳定了，可以送去休养了。”好，马叔点了点头，一挥手，几名墨西哥人便立刻走上前，将那男人搬到移动病床上，抬着走了出去。马叔这时又看了看另外一个躺在手术台上昏迷不醒的人，问那医生道：“这家伙情况怎么样？”哈迪克看了看，摇头说道：“不太好，太虚弱了，估计活不了几天。”说着，他问马叔：“身体其他部分找到买家了吗？”马叔摇头说道：“一直没匹配上。”说完，马叔开口道：“不用管他了，让他在这待着吧，后半夜我就让人把他拉出去埋了。”哈迪克开口说道：“那我可就不管他了，今天的工作结束了，上去睡觉去了。”马叔嘱咐道：“记得明天还有2台手术，不要起得太晚。”哈迪克连忙点点头，随后打着哈欠走了。阿亮在后面喊道：“喂，哈迪克，还没给这小子采血呢。”哈迪克回过头来道：“明早再采吧，采完就带到恩塞内达去化验，现在才等明天就不新鲜了。”阿亮听到这话也没多说什么，而是看向叶晨，玩味地说道：“今晚好好休息，明天还有2台手术，刚好让你好好见见世面。”叶晨看着他问道：“你们刚才说我能卖个好价钱，那我想知道能卖多少？”阿亮皱眉看着叶晨，有些诧异地问道：“小子，你难道不害怕吗？”叶晨随口笑道：“怕有个毛用啊，我说我怕你就能放我走吗？既然不能，那我又何必要怕呢？”哎呦卧槽！阿亮不由得上下打量着叶晨，挑眉说道：“没看出来你小子还挺带重啊。”叶晨淡然一笑说道：“你还没告诉我到底能卖多少钱呢？”阿亮还没说话，一旁的马叔上前一步，皱眉说道：“小子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叶晨笑道：“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我是你惹不起的人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太装逼了？”操！阿亮有些气不过，脱口骂道：“你他妈胆儿挺肥呀！信不信我现在就给你嘎开了，看看你的胆儿到底有多肥？”一旁的马叔拦住了他，将他扒拉到自己身后，一双死气沉沉的眼睛盯着叶晨，问道：“小子，你要是有什么来路，就赶紧自报家门，要是咱们之间能盘出个4、5、6来，今天这件事儿也不是不可以化干戈为玉帛。”说着，马叔表情阴冷狠毒地看着叶晨，继续说道：“看你要是给我说不出个4、5、6，那我可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。”叶晨好奇地问道：“什么办法？说来听听。”马叔表情更加阴狠，咬牙道：“你信不信？等到给你做手术的时候，我交代他们不要给你打麻药，到时候让你体会一下什么叫做千刀万剐。”叶晨点点头，赞叹地说道：“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有想法。”说完，他看向一旁的印度医生，好奇地问道：“哈迪克是吧？你是这里的主刀医师？”哈迪克不太自然地笑了笑，开口道：“我只负责手术，其他的一概不管。”好，叶晨点头笑了笑，认真道：“你可以的，
你能当大用？阿亮有些搞不懂了，他看向马叔，开口问道：马叔，这小子该不会是被吓傻了吧？我怎么感觉他有点失心疯了呢？马叔也有些搞不明白。为了谨慎起见，他看向阿亮，开口问道：你们来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观察，有没有被其他人跟踪？怎么可能？阿亮非常认真地说道，这一路都在盯着后视镜，没有一辆车一直跟着我们，也没有任何一辆车行迹异常，表现可疑，而且在进来之前，大老莫已经确认过了，视线范围内没其他车辆。马叔轻轻点了点头，随后看向叶晨，好奇地问道：小子，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一点都不害怕？你是不怕死吗？叶晨笑道：怕死？马叔皱眉问道：怕死你还这么装逼？叶晨淡淡道：我是怕死，又不是怕你，你杀不了我。马叔忽然从后腰抽出一把手枪，用枪对着叶晨冷声问道：说你到底什么来头？叶晨故意换上一口港台腔，无奈地说道：你这个人真的很机车同样的问题你已经问了我很多遍了。阿亮这时开口对马叔说道：马叔，搭理他干嘛？估计这孙子心里都快吓死了，故意想激怒您，好能让您一枪打死他。您可千万别冲动啊，您要是一冲动，这一枪下去，至少100来万美金没了。马叔点了点头，冷声道：估计是吓出什么应急反应了，不管他，你把他们2个先关起来，另外今天晚上加强戒备，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向我汇报。阿亮忙道：好嘞，您放心吧，马叔。马叔嗯了一声，转身正要走，叶晨这时忽然冷笑一声，开口说道：我当你们在墨西哥有什么了不得的勾当，弄了半天原来干的全是这种上不来台面的龌龊事情，连这种钱都赚。你们是真不怕报应来得快啊？马叔回过头来，一脸警惕地死死盯着叶晨，问他：你什么意思？叶晨微微一笑，反问他：你们最近应该没联系上梅玉珍吧？操！马叔和阿亮一听这话，两人均是大惊失色，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掏出枪来对准叶晨。阿亮脱口便问说：你他妈从哪听说梅玉珍这3个字的？你到底是不是条子？马叔直觉叶晨不太可能是条子，于是便微微将扳机扣动些许，歹毒至极地盯着叶晨，冷冷问道：兄弟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你到底混哪条道上的？怎么会知道梅玉珍？